真的有珍珠啊！这里是我家，拿起你的东西，赶紧滚蛋！我这房子从来就没出租过，谁租给你的房子，你去找谁去？我呸！想不到刚进城就被黑中介骗了房租钱，城里的骗子怎么这么多呀？要是我有一双能看穿一切骗术的神眼就好了。苍天啊，赐我一双透视眼吧！小伙子，你可真可怜啊！老天爷说话了，看你可怜，我便给你一番机缘，赐你一双能看破一切骗术的透视神瞳。我竟然真的得了透视眼！有了这双神眼，那我岂不是再也不怕被骗了？可我就剩10块钱，也不怕被骗了。不行，得先利用这双眼睛去赚点钱。开蚌了，都来看看。各位老板，开蚌了，50元一次，这也太贵了吧？就是啊，开出半厘米的，我100块收；开出1厘米的，我500块收；开出1厘米靠上的，我1000块收了。1000啊！那我如果要开出金珠或者黑珍珠呢？那我10万块收了。我去，这么多！这胖子是托，这伙人是骗子。还好我有能看穿骗术的神眼，要不然还真的被骗了。就这俩，现在给我开了。行，给他开了。真的有珍珠啊2颗1厘米左右的小圆珠，1000块收了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们还等什么呀？赶紧上啊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给我来2个，给我来2个，我要开10个，我要开10个，再来2个，没有啊，再来2个，继续开，我就不信了。什么都没有，运气太差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要这个。这小子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鉴宝讲究望闻问切，这个老蚌壳体厚重坚固，壳体紧闭，闻起来海香味也很重，里面的珍珠肯定不小。不过呢，我身上只有10块钱，如果说能开出1厘米以上，那就算我赚了；如果开不出来，那我在你这儿免费打1年的零工。如果开不出来，那我在你这儿免费打1年的零工。年轻人，你也太狂了吧！没钱还敢来开蚌，一边玩去吧。就是，还想一夜暴富，这不是做梦吗？哼，小瞧我可以，但可别小瞧我的神眼。行，给他开了。差不多有2厘米。恭喜啊，2000块我收了。是，多谢。你看，真倒霉，碰到这么一个撞大运的吃屎狗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再说一遍。说就说，以为我怕你啊？嫖我啊？敢不敢再给我赌一把？如果说我再开出大珍珠的话，你不单单输我1万块钱，还要加1颗你的门牙，怎么样？赌还是不赌？丢你老母啊！好了，这位小兄弟，那要是你输了呢？如果我输了，那我就让你们随便挑1根手指头。疯了！这么大！老板，跟他赌，这家伙刚刚就是运气好而已，他不可能再开出来。来吧。果然，这些蚌里现在只有4个有大圆珠，都被他们用刀做了一个小标记。哼，我要开这个。小子，等死吧你！小子，等死吧你！这么大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检查了，没有标记。是你？哼！你他妈的！
恭喜啊！这5万买你这颗珠子。这1万买我兄弟一颗牙。这倒是个意外。算了，本来我就是来赚钱的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啊，得找人查一下这小子的底细。太好，第一次开蚌就赚了6万多，这神眼可太给力了。这钱得找个银行存起来，就去荔枝公园对面的银行吧，离这儿最近。哎呀，这卡拿在手里啊，就是安心。哎呀，跳得好啊，阿姨，有梅兰芳的味道了。阿姨们真是老当益壮，精气神十足啊！一上来就拍马屁，这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哎，兄弟，别急呀，喝可乐不能大口喝，对身体不好。谢谢大哥。难不成是我看走眼了？这大哥是个好人？哎，大哥，啊，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的啥呗？我不认识字儿。你中奖了，还是大奖呢？是啊，中奖了！哎呦，这小伙子中奖了1等奖10万元啊10万这么多啊，运气太好了吧？这也太好了。不过兄弟，这个奖你得去京都领啊。啥？去京都领？我从小到大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阳城，这京都太远了，我不敢去。这样吧，兄弟，我给你5万元，你把奖章给我，我去领。那不行，你得给我6万，这奖给你。我这儿只有3万现金，剩下的你跟我回家去取。不行，万一你抢了我的大奖还不给钱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哎，你，各位叔叔阿姨，你们谁愿意和我分这个奖？现在出3万就能净赚2万，出3万就能净赚2万。我有，我给你。兑奖骗局，原来这个戴眼镜的和农民工是一伙的，连老人的钱都骗，真缺德。今天碰到我，算你俩倒霉了。哎，行了，这笔买卖我要了。哎，你老不死的滚蛋，走，这人真没素质。走开，走。小兄弟，你愿意和我一起买这个奖吗？当然，我这张卡里边可是有6万块钱。 6万？我只要现金。简单，那边有个副食店，走，带你们刷卡去。老板，帮我看一下这张卡还有多少钱吧。哎，好嘞。谢谢老板。你看，个十百千万6万整，没错吧？对，老板快点取吧，我还急着回工地嘞。刷3万，老板。我们这台机器有限额，一天只能刷600。取大额你们要上银行取。这样吧，我把这3万现金给你，你把卡和密码给我，我替你去取。可这是我的工资卡呀！别傻了，等兄弟反应过来，咱俩不就白忙活了？等我去京都兑了奖，咱俩一人能赚2万呢。那行吧，给。那今天事情办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兑完奖我联系你。好。还好办了张同号废卡，这俩蠢货连我换了一张卡都没发现。哎，狼哥，啊，你看机器是不是坏了？操！给老子张废卡，根本没钱。他给你的时候换了一张，你没看见？不是吧，我看见的就这一张。真他妈废物一个！这小子连我王朗都敢耍，让我逮着他，老子废他一条腿！
这地方机会还是挺多的，当务之急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吧。房东直租，这里环境看着还不错，上去看看吧。喂，你好，我想看房子。哦，对，就在这个楼下呢。好，你等我一下，马上下来啊。哎，好嘞。音质不错呀，这台摩托罗拉花了我1万多块钱，可真不便宜啊。刚刚是你用手机给我打的电话对吗？对，我想看房子，2楼还有空房吗？当然有，走吧，跟我上楼去。哎，好。房子还不错，就这个吧。顾明是吧？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去复印身份证件吧。好了，联系我。好了，梅姐，多谢。哎呀，现在住的地方算是彻底解决了。不过前2天赚的2万块钱马上就要花完了，看来得想个赚钱的法子才行。原来是赌黄花梨的摊子，黄花梨的价格这2年一路飙升，倒是个可以发财的渠道。给各位不懂行的朋友们介绍一下，咱赌黄花梨木不能开批打孔，只能看和闻来判断选的货里面有没有格。简单来说，如果里面出现了一块紫色的树心，那就是赌对了。我要是出了格，你们多少钱收啊？110根黄花梨，出格无论大小，统一300回收。来，我也玩几把。随便挑，随便选，咱们这儿童叟无欺。行，一会儿好好逛逛啊。这是谁呀？大家不要怕啊，这位是我们老板朗哥，不是来闹事儿的啊。来，继续玩，继续挑。怎么是这个人啊？还有那个农民工，妈的进贼窝了！哎，站那儿，鬼鬼祟祟，你搁那弄啥嘞？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！你是不是偷俺东西嘞？哎，看着咋真面熟了？咱俩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有，你记错人了。不对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上次那个……哎呀，朗哥，是上次骗咱那个小子。竟然自己送上门了，给我追他！哎，路上人太多了，只能花钱买命了。站住！哎呦，快捡钱了！快捡钱！快捡钱！快捡钱！哎呦，哎呀，追！没想到王老势力这么大，以后做事儿一定得小心点儿。后有之兵，前有堵截，这下真完蛋了！快上车！这不是赌棒摊的女老板吗？我赢了他的钱，他还要救我，难道是别有所图？算了，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快开车！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叫芳芳，现在是你的救命恩人。谢谢啊，下次请你吃饭，你把我放前面路口就行。好，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和王朗的事儿？你跟踪我？你砸我场子，我派人查一下你也无可厚非吧。但别说，我很欣赏你的手段。直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你得罪了王朗，他肯定会想办法报复你的。别绕弯子了。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帮你除掉王朗，让他从阳城消失。说的这么大义凛然的，无非是你自己想扳倒王朗吧？真当我是3岁小孩啊？是，王朗呢是古玩街上黄花梨生意最大的捞家，除掉他，我才能接管他的生意和地盘。行，我同意了。天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想利用我可没那么容易。行，3天后我来接你。回来了。怎么复印个复印件要这么久啊？哦，我刚去旁边那条街上转了转。复印件你先拿着吧，这几个都是我这老租户了，你们有时间多接触接触。大家好。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老钱，打手势要牌，好低级的出钱手段。我要不要帮帮苏梅啊？毕竟她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人也还不错。二筒，碰什么啊？截胡！小七队双反，辉哥丽姐，你们得给双倍，给钱给钱。哎呀，真倒霉！我这只帝王绿镯子抵3万，怎么样？
我这只帝王绿镯子抵3万，怎么样？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苏妹啊，我玩了10多年玉器，可以负责任的说，这绝对是真东西。3万块钱收，不亏。一眼假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骗人？哎呀，这是3万的镯子呀！哎，哎呀，这不就是绿色的玻璃吗？哪值那么多钱啊？乡巴佬，你懂什么？快把镯子放下，打碎了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。呀，对不起，我手滑了。没钱，3万块钱1分都别想少。你们快看，这镯子流血了，而且是绿色，是不是把他给摔死了呀？你们俩竟然拿一块上了色素的玻璃卖给苏梅，还开价3万块，有点太过分了吧？你们两个赶紧滚，别让我在这条街上看到你们。快走。苏梅，那我也先走了啊。梅姐，那我也先上去了。等一下，这2000块就当是给你的感谢费。我可不相信你刚刚是不小心才把镯子摔碎的。那就多谢梅姐了。等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我也不会把你卖了，跟我走就是了。卖我也无所谓，反正我也不值几个钱。那可不一定，你这小模样可是最招富婆喜欢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跟我走吧。哎，好。孙掌柜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，苏小姐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不错。我去，都是好货呀。那你要不要来这里工作？学成出师之后，1个月8000，10年之后做到掌柜，年薪100万，怎么样？你的好意我先领了，不过我不想做个普通人。我知道你是混江湖的，你们这行来钱快，但风险也大，做一个正常人不好吗？算了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随你的便吧。哎，掌柜的，快把这块玉佩给我看看。哎，掌柜的，快把这块玉佩给我看看。啊，左下角缺了一小块，形状一模一样。是的，我爸的那块墨玉龙纹玉佩。掌柜的，这个玉佩是哪来的？实话实说，都是自己人。这个东西是大概10年前一对夫妇卖给店里来的。那你还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印象？那个男的右手虎口有块痣，那个痣还很大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。就是我爸，这块玉佩我爸从不离身。看来10年前他们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，急需用钱，所以才卖给了孙掌柜。掌柜的，这块玉佩多少钱？我买了。啊，50万。50万。既然你是苏小姐的朋友，我就给你说个实价，30万。我满打满算也才8万，远远不够啊。这块玉佩对我很重要，这张卡里有4万多，还有这颗天珠也递给你，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玉佩留几天？孙掌柜，这个玉佩给他留几天，等他凑够了钱就来赎。可是已经有顾客看上这块玉了。需要我给你们老板黎叔打个电话吗？3天，我最多给你保留3天。行，3天够了。3天之后，我一定会带着30万过来赎这个玉佩的。刚才多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恐怕我连3天时间都没有。没关系的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说说自己身上的故事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以我自己的本事，去古董市场随便赚个18000、8000的没啥问题，不过一下赚30万，势必会惹上一身麻烦，所以还得靠着五眼天珠。虽然五眼天珠只能卖3万，但我能想办法把它变成9眼天珠。完美。阳城的人大多都没见过真的天珠，
仿造天珠的方法更不可能有人会，除非我能碰到资深的玩家，不然我这9眼天珠肯定不会被识破。明天就去找家藏式酥油茶店，到时候看看哪个幸运儿会买到我的9眼天珠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能否借用一下厕所？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刚刚从藏区回来，不知道哪里有公共厕所。哎呀，没事，厕所就在前面。谢谢啊。哎，多谢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在藏区待了多久？啊，我进藏1年3个月，才刚回来，有点不习惯。这些人一看就是嘴上天天喊着要进藏洗涤灵魂，实际上连海拔稍高一点的地方都没去过，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。兄弟，坐下，喝杯酥油茶，我们聊聊。坐。我们这些人都喜欢去西藏朝圣。那行。哎，兄弟，你都碰到过什么好玩的事？快给我们说说。啊，有没有什么特别凶险的事？总算问到地方上了。哦，凶险的事儿还真有一件。有一次，我在大半夜的时候野外扎营，结果你们猜我碰见什么了？什么？我遇到一群狼。狼群？兄弟，这晚上在野外遇到狼群还得了？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就是因为他。这是9眼天珠。那天晚上就是因为他，当时一大群狼准备靠近我的时候，他突然散发出奇异的光芒，将狼群全部吓跑。哟，真有这么神奇吗？哎呀，我这3眼天珠在你这9眼天珠面前就是个垃圾。兄弟，你这9眼天珠能让我也看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看好了。哇！果然是一群有钱却没见识的文艺青年。这只是我昨天涂上去的化学颜料而已。兄弟，你能不能把这颗9眼天珠让给我？你竟然用金钱来衡量天珠，简直就是对他的亵渎！哎，兄弟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曾经有一次脑出血，那些名医都束手无策，幸好我遇见一个藏区来的医生，把一颗天珠磨成了粉，让我服下，然后我就好了。这颗天珠能救我的命啊！还请兄弟忍痛割爱啊！我很理解你。但是，兄弟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呀！你就把这颗9眼天珠让给我吧，我可以给你20万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主要是这是一位高僧赐我的，而且他就30万。哎，这，哎呀，兄弟，哥求求你了，你就让给我吧。行吧，我觉得你比我更加需要这颗天珠，那我就让给你了。哎呦，这，我给你拿钱。谢谢兄弟啊！9眼天珠。这不是芳芳摊上的那个开蚌师傅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哎，狼哥，是我，海狗。原来芳芳这个手下叫海狗，好难听的名啊！芳芳不是想干翻王老吗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芳芳的秘密，不过我要50万，但我保证这个秘密绝对物有所值。明天芳芳和一个小崽子会做局骗你，至于其他细节，今天晚上来丽都舞厅，我都告诉你。海狗这是把芳芳给卖了呀，有意思。喂，
一会儿去到荔枝公园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你这么着急的约我出来，要说什么事？你知不知道你的手下海狗和王朗搞到一块了？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，真没想到这个海狗是这么吃里扒外的东西。不过我现在不能动它，毕竟还要留着它，让王朗放松警惕。接下来咱们怎么办？告诉我你原本的计划，咱们给他玩个局中局。最近我听说王朗急需一批古董，上供给他的黄花梨供货商，原计划是冒充成走私古董的捞家，用假古董捞他一笔。不过现在海狗既然已经叛变，他肯定不会上当了。不，以他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在已经知道我们所有计划的情况下，他肯定会应约而来。你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样，哎，行，你这个计划确实天衣无缝。那我明天让人来接你，到时候咱们按计划进行。兄弟，上次是我做错了，请原谅我吧。行了，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了，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。之前只是一些小摩擦，早就过去了。现在我跟你们说一下我的计划，这些箱子里面的东西半真半假，大概值50万，我们就以500万的价格卖给王朗，狠狠地赚他一笔。王朗可没这么好骗啊！仔细看看，看得出是真是假吗？这是你仿的？这些书画是我连夜仿造出来的，要不是时间不够，金玉瓷器我都可以仿得跟真的一样。行了，我来给你们易容一下吧，免得王朗认出来你们。好了。哇，你化妆技术真好啊！行走江湖没点技术能行吗？好了，该你了。啊，芳姐，先给他们画吧，我去上个厕所。鱼儿上钩了。芳姐，王朗带着人上来了。狼哥，欢迎欢迎。久闻不如见面哈，合作愉快。这白玉龙形玉佩应该是战国的东西啊，起码上百万。这串小叶紫檀没个20年，不可能盘出这么细腻的包浆。还有这玉扳指，一看就是清朝皇家的东西，至少值一套房子。这老头的身份绝对不简单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阳城古玩界老前辈黎叔。黎叔，这名字怎么好像在哪儿听过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不是那天在古董店苏梅威胁孙掌柜的名号吗？听说你这有不少好东西，能不能让我开开眼？黎叔，狼哥，你们都是我的前辈，来，都在这里了。对了，这些啊肯定是不够你们2位看的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我现在去仓库给你们拿。没想到王朗竟然把黎叔带过来了，他身边的小弟腰上别的可是家伙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这个黎叔到底什么来头？他是阳城古玩界的大佬，黑白通吃，10几年前退隐之后开了几家古玩店。那个文昌阁是不是他开的？你怎么知道？看来他就是苏妹口中的那个黎叔。把那幅秋风完善图拿过来，剩下的只能赌一把了。行。黎叔，这是唐伯虎的秋风完善图，还请黎叔长长眼。这幅画有我80%的仿造水平，这老头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有点门道啊。但是他既然看出了真伪，却没有拆穿我，看来我赌对了。狼哥，那边还有很多画，你可以先看看。虽然比不上这幅有价值，不过也都很不错。好。苏妹，看来黎叔和苏妹的关系不错，他应该会看在苏妹的面子上帮我这个忙。狼哥，您觉得这些画怎么样啊？东西不错，我全要了，你开个价吧。爽快，800万。这些东西可不值800万，最多300万。狼哥，您这砍价砍的也太狠了，最低700万。给钱。钱是对的，只有300万。王老，你敢耍我？
哎，现金我确实只有300万，但我在黎叔的仓库里还有400万黄花梨，一起抵押给你。黎叔德高望重，既然他点头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上。王老，你玩阴的？别装了，芳芳，我知道是你。没想到吧，海狗早就是我的人了。你们今天别想拿到1毛钱。这几个古董虽然不值钱，我也要拿走高价卖给别人。来呀，打我试试！黎叔的人都带着真家伙呢。给我打，打坏了我负责。哎呦，看，哎呦，这是，哎呀，黎叔，这场局你赢了。这场局，王朗在我仓库里放的黄花梨全都归你。记得我帮你一个忙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黎叔，你放心吧，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。年轻人，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。走，走啊，废物！拿出100万给黎叔，剩下200万，咱俩一人100万，还有王朗的黄花梨也都归你。行，那你改天给我送过来。墨玉龙纹玉佩，我这就把它赎回来。孙掌柜，这是30万，你清点一下，把玉佩给我吧。小兄弟，这玉佩不能卖给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孙掌柜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留3天的吗？这都是我们老板的意思，这我……我就说吧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。你们一早就认识了？也不是很早，今天早上才认识的。黎叔，之前说好把那块玉佩留给顾明的，你怎么又变卦了？小妹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和他单独聊聊。可是……放心，我不会欺负你的，小情郎。这块玉佩又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，你为什么非要不可？因为这是我爸的。你是顾海的儿子？啊，你认识我爸？你认识我爸？就是因为你爸的一番指点，我才有现在的地位和家产。10年前，我厌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，开了这家古玩店。但我这个大老粗实在搞不来文化人的营生，年年亏损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在羊城遇到你爸，他指点了我一番，才让我的古董店慢慢有了起色。黎叔，我爸后来是去了港岛吗？还有我妈呢？你爸确实去了港岛，但是你妈我并没有见到。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这些。至于这块玉佩，我可以送给你，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要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来人！这块多子多福是我一个朋友送给我的，说是一位勋贵的陪葬品，但是我不知道真假，你帮我长长眼。这块玉佩色如菠菜，雕工精细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这是块和田碧玉。雕工也是明朝成化年间的雕工，确实是一块难得的好玉。不过呢，您这位朋友以后可以不用往来了，因为这绝对不是出土玉。好，有点本事，第一关算你过了，继续。这个是北宋玉如意，是真东西。不错不错，但是这件东西是我早年在官方拍卖会上花了80万买回来的，我不是让你看它真假，你说说它现在的市值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首都的博物馆里面有一只和您这个差不多的。您的这只无论是品相还是工艺，都要比那只好很多。如果这东西真是您以80万的价格从拍卖行买回来的话，那可真是捡了大漏了。不过我听闻2年前有一座清朝王宫的墓被盗，
里面就丢了这样一只。停！不要再说了。没想到你小子年纪轻轻，信息倒是知道的不少。你的表现我很满意，下面这关就不用过了。走。现在能告诉我您要我干什么事儿吗？明天你的手机24小时开机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搞这么神秘，不会让我去杀人放火吧？放心，我让你去干的是正经事儿，我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。你们聊什么了？怎么出来就这副表情？聊了一些古玩方面的东西。那他把玉佩给你了？说是过2天再给我。这好像不是回出租屋的路啊。那栋楼太破了，今天政府的人过来说要维修一下，你最近就先住我家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你之前帮了我忙，这算什么？他该不会对我有意思吧？苏妹家里怎么会有男人的血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男士拖鞋，男士衣服，看来苏妹是有男朋友的。妹姐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出啥事儿了？不喜欢我家吗？妹姐，我住在这里不方便，万一你男朋友回来了，不好解释。我都没有谈恋爱，哪来的男朋友啊？嗨，你呀，笑死了。哪里好笑了？我说你怎么突然要走？原来是吃醋了。还真是个小男人。妹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吃什么醋？我自己一个人住，又没有男人保护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买来做样子的。关心则乱呀，这拖鞋根本就是新的，衣服上一点褶皱都没有。哎呀，这明显就是没人穿过。我竟然没有想到，苏妹还是第一个能让我乱成这样的女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妹姐，是我胡乱揣测你了。果然是小男人，心眼就是小。现在不用走了吧？要不我还是走吧，妹姐，我们这孤男寡女的还是不太方便。我都不怕，你个男人怕什么？你就睡那间卧室，不许进我房间啊！哦，去吧。魏丽叔，早啊！不早了，赶紧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丽叔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？苏妹没告诉你吗？她是我干女儿，你的行踪我现在可是一清二楚。别废话了，赶紧下来。哦，好。顾明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在帮干爹监视你。我知道你没有，那我先下去了。哎，你小心点儿。老孙，把钱给他。上星期有个外省人找到我，说想出一批土货。看来我之前猜的不错，黎叔手里怕是有不少盗墓贼卖给他的土货。我需要你帮我看看样板货，同时摸一下这群人的底细。您怀疑他们是骗子？拿不准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胆子反而小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你会鉴宝，又是千门高手，所以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。放心去，在我的地盘上，他们不敢动你。我们在外面等你。出来吧，黎叔叫我来的。钱呢？货呢？你肯定懂行，挑几件好的给黎叔带回去，让他老人家看看我们的诚意。
果然有鬼。就要这3件，多少钱？我们和黎叔商量好了，样板货无论价值都是100万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老板，都是真的。小明，你觉得那些人怎么样？有问题。哪里有问题？你说说看。虽然他们穿的又脏又破，但指甲缝太干净了。绝对不是经常挖土的人。或许是洗干净了。不可能，真正的盗墓贼经常在土里，身上会有一股洗不掉的泥巴味儿。他们身上完全没有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这3样东西全部都是假的。这3样东西全部都是假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从事这个行业几十年了，很少有走眼的时候。这3件东西啊，我都仔细的看过，不会有假。小明啊，说说你的看法。这个玉簪，它的确是清朝的东西，不过是半真半假。孙掌柜，你舔一下。呸呸！老板，我看走眼了。这玉簪上的包浆是在尿液里面做旧的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上面的铜锈也是用强酸催化而成的。那这个瓶子呢？老板，恕我眼拙，这件东西我看得最久，每一个细节都没放过，瓶底的落款和胚胎都仔细看过，实在看不出问题啊。这个瓶子啊，单看底部当然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一部分是真的。你是说这是一个拼接货？没错，这伙人不是普通的骗子。什么意思？您看这里，狐狸，他们是狐狸组织的人，应该错不了。我早听说这个组织专门造假古董，技术已经达到了能以假乱真的地步。之前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这传言是真的呀。小明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黑吃黑。李叔，您现在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就说货很满意，但是价格得砍砍，这样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真的上当了。约好交易时间和地点，到时候给他们一个惊喜。好。李叔，东西还满意吗？勉强算入流，不过你这些东西有点棘手啊，我得往海外销，没多少利润。李叔，生意是谈出来的，您开个价吧。 5000万。李叔，你这杀的也太狠了，我这可是价值过亿的货，8000万。一口价6000万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这批货在阳城除了我，可没几个人吃得下。我们和您第一次交易，就当孝敬您了，6000万成交。3天之后，我会告诉您交易地点。小明啊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这是你的辛苦费。事成之后，除了玉佩，我再给你100万。行，多谢黎叔。回来了，累不累？还好。你坐沙发上休息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喂，谁呀？是我，芳芳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又找我帮忙？我哪有那么多忙要你帮？今天打电话是看在我们之前合作过的份上，给你提个醒。什么意思？你现在那个房东苏妹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她之前和一个叫张扬的男人一起去非洲卖过电子产品，赚了一大笔钱，结果自己一个人把钱卷跑了，然后2个人就分道扬镳了。这个张扬是苏妹的男朋友吗？这个倒是不清楚，但是他们的关系肯定不简单。顾明，吃饭了？我要吃饭了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
是饭菜不合你的胃口吗？没有啊，特别好吃。那是身体不舒服？也没有啊。那你是怎么了？感觉你挺不开心的。啊，妹姐，你说非洲人是天生就黑，还是被太阳晒黑的呢？吃完饭陪我去楼下散散步吧。嗯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我的传言？我只是好奇你和张扬的关系。张扬曾经是我的朋友，但可惜我看走眼了。只是朋友吗？大概2、3年前，我们合作运了一批衣服鞋子去非洲卖，最后是赚了一些钱，可惜都被张扬卷走了。你们卖的不是电子产品吗？非洲那个地方，你没去过也总该听说过吧？那里很多地方连电都没通，怎么用电子产品？怎么每次遇到跟苏妹有关的事儿，我就变得这么迟钝呢？他不仅把钱全部卷走了，还把我一个人扔在非洲。要不是遇到联合国的人，我恐怕已经死在非洲了。真是个人渣呀！我回来之后，他勾搭上了白老大的女儿白苏，靠着这层关系开了一家酒吧。他知道我没死后，还到处造谣，说我坑了他的钱。那怎么不找黎叔？干爹已经金盆洗手了，我不能因为我的事让他再去打打杀杀。再加上我爸去年因为癌症去世的原因，这件事我也就没精力再管了。那你觉得我是那种人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直都相信你。苏妹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勾引张扬不成，又勾搭上一个小白脸，还真是不要脸！别以为自己是女人，我就不敢打你。苏妹，你要再敢缠着张扬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还有你，小白脸，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敢威胁我，我有10000种方法可以收拾你。再敢骂我的女人，别说是你，你爸来了，我也照打。他刚说我是他的女人，你还挺有种，劝你们赶紧滚出阳城，否则有你们好受。还有你，苏妹，闭嘴！你嘴里再吐出一个脏字儿，我马上把你卖给人贩子。我从来没有纠缠过张扬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劝你趁早离他远点。赶紧给我滚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哼！时间不早了，妹姐，我们也回去吧。张扬，你个人渣！苏妹可以大度，但我顾明向来睚眦必报。你骗了苏妹的钱，那我就骗你的钱，我要把你骗得裤衩都不剩。喂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挂了。喂，想不想赚钱？废话，有钱谁不想赚？有个大买卖，想不想做？你这次又想骗谁？张扬。是啊，专门给你点的。啊，那个就是张扬，他这个酒吧其实就是个噱头，背地里都是些见不得光的生意。他自己赌不赌？赌，而且赌得很大，有几次输得很惨。要不是白苏求情，白老大早就把他剁了。我记得你有个手下叫海参，电脑技术很好。海参的电脑技术在整个阳城都是数1数2的。到时候让他做一个泰国足球联赛的假网站，上传以前比赛的视频，做成现场直播的效果。泰国联赛国内基本上没什么人关注，只要网站做得够逼真，就能把张扬骗得找不着北。行，你这个法子好，我现在就去让海参做。行，走吧，点儿踩完了，计划得找一个人少的时候实施。你们几个今天手气这么好，赢了我5000块钱了。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借用一下你们的大屏幕看球？这都几点了，哪有什么比赛啊？一边玩去。有的，你看，我看的是泰国联赛，
正在直播呢。泰国联赛？你是说那个全是人妖的那个泰国？哎，对对，他们还有联赛啊？哎，你电脑不是能看吗？这电脑屏幕太小了，连球在哪儿都看不到，不过瘾。这场比赛对我真的非常重要，这1000块钱就当是我的电费钱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你自己接线吧。哎，谢谢啊！哎，来，继续。Yes， 表姐说的果然没错，赢了10万。哎，兄弟啊，这泰国联赛也能下注啊？当然了，全世界的球赛哪里没人开盘啊？我这是直接买的泰国的外围啊。你刚才说的10万是泰铢啊，还是人民币啊？当然是人民币了。哦，哎，去弄2个果盘，拿1箱啤酒。哎，兄弟啊，你刚刚说这个有内幕啊？我可没说，别瞎说，没有。嗨，你不是买的泰国佬的外围吗？赚的都是老外的钱，给兄弟们透露一点呗。行吧，我看你是个仗义的人，可以跟你说说，但是千万不要传出去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保密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有个亲戚是泰国足协的首席秘书，这些消息都是他放给我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你看啊，下一场清迈对阵红牛的比赛，我的消息是红牛赢1个球，我重注20万，怎么样？要不你先试试水？不过提前说好啊，我给你的内幕消息，还帮你下注，你赢的钱要分我3成，不过要是输了，我全要退你。行，我先下1万。行，耶，赢了！哎，兄弟，你这消息真靠谱啊！那当然了，我说的消息没错吧？哎，咱们下一场买什么？下一场，泰港对蒙联通的比赛，我重注20万蒙联通，怎么样？你跟不跟？当然跟。这样，我下10万。行。胜！又赢了！哎，兄弟，你这消息太靠谱了。这样，下一场我押20万。行。啊。刚才的2场比赛太假了，泰国足协怕引起民愤。下一场没有内幕消息。不玩了？泰国联赛黑幕很多啊，常买常有嘛。不急，我约了人急着要见面，明天还有比赛，我再过来。行，那你明天记得找我啊。行，去吧，慢点啊。怎么样？和我预料的一样，张扬派了人在外面盯着我们，表现自然一些，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。我已经按照你要求的，用泰国华侨和泰国足协官的身份登记好了。干得漂亮！等我们走了以后，张扬的人肯定会马上去查你的入住信息。走吧，给他们个机会。走吧。我今天晚上就要飞泰国了，估计半年以后才能回来。今天下午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下多少得赶紧了。这么急啊？没办法啊，劳碌命嘛。我老板说搞完今天下午这一场要消停一段时间了。我打算今天下50万，你准备怎么玩？你给我下100。啊不，300万。没想到张扬赌性这么大，这下有的赚了。哎，小赌怡情啊，我们玩小点儿，几十个就差不多了。你只管帮我下，亏就我懂，赢了你拿90万。好吧，不过我账上就只有50万了，你这300万可得先转我账上。泰国那边的外围也要确认之后才能出单子。我也是搞外围的，规矩我懂。去，把我电脑拿来。
这怎么回事？你别着急，估计是金额太大了，被银行冻结了。我现在给银行打个电话。先生您好，这里是华夏银行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？怎么回事？我的账户被银行冻结了，耽误了我几百万的生意，你们赔得起吗？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您的账户刚刚有一笔350万的跨国转账存在风险，系统自动冻结了您的账户。想解封的话，必须您本人带着身份证到银行操作。一定要我本人吗？是的。这附近哪有华夏银行？离这2条街有一家。那我现在就去一趟。等等，你们几个跟着兄弟走一趟。好的，好的。哪来的枪手？看，前面好像有人在抢银行。还不趴下，子弹可不长眼。救我！你们是他什么人？我们不认识他，不关我们的事儿。歹徒已被击毙，一路人中枪，马上派救护车过来。哎呀，这么严重，快把伤者抬上车，通知医院准备急救。行了，海参，别演了，起来分钱了。这演戏还真过瘾，可惜演土匪不能露脸，下次让我演警察。行了，这次从张扬那儿捞了300万，这样我和你们1人1半，芳芳给他们分钱吧。好，这次呢，海参功劳最大，给他分50万。可以啊，海参。谢谢老板。其他1人10万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对了。明天还有一个更大的局，赚的比今天更多，你们想不想参加？啊，行，那我就再跟你合作一把。行，一会儿在前面路口放我下车，记住，收尾一定要做干净，这辆车一定要销毁，千万不能让张扬查到任何线索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海参用假剧组的身份去申请街拍戏了，警察那边绝对不会怀疑的。可以啊，海参。没想到这150万现金居然这么重啊！谁把包放我家门口了？谁的包？张扬赔给你的150万，收好了。顾明，出来吧，我知道是你。顾明，喂，我门口的钱是不是你放在那儿的？钱？什么钱啊？你别装了，我和张扬的事情只有你知道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钱啊。完蛋了！我在他家门口接电话，声音还这么大，被抓现行了。不用狡辩了，这150万，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，我是不会收的。好吧，妹姐，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你的，我只不过是给张扬做了个局，帮你把钱拿回来而已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？妹姐竟然抱我了，也太突然了吧！对一个人好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我能感受到你的心意。其实，我也……啊，他这是要跟我表白？是谁坏哥的好事儿？喂，谁呀？嘿，你这小崽子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？明天和狐狸组织交易的事儿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哦，黎叔，我已经找好了帮手，我现在就带人过来见你。黎叔找我，我得去一趟。你去吧，小心点儿，注意安全。我等你回来。好。计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这件事我全权交给你，你跟什么人合作我不管，但你要记得把我的钱和狐狸组织的货完完整整的带回来就行。黎叔，让马儿跑，是不是要先让马儿吃得饱啊？那当然了，小芳你说吧，什么价？大胆的要。能帮黎叔做事是我们的荣幸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该不会想免费帮忙吧？那个，黎叔，其实我和芳芳已经商量好价格了，他们团队要价500万，300万，成交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知道你漫天要价。小芳，你是个实诚人，以后遇到什么处理不了的事，尽管来找我。谢谢黎叔。黎叔，那我的那份300万我也给你，但是那块玉佩我留着啊。那我还是要玉佩吧。放心吧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你们回去好好准备明天的行动，千万不要出任何岔子。好，走吧。喂，东港3号码头交易。海参，跟上我们，表现得像警察一点。你为什么要让海参伪装成警察跟着我们呀？狐狸组织的人老谋深算，如果他们发现有警察跟着我们，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帮我们甩掉警察。这样的话可以轻易的获得他们的信任。那他们不怕警察？他们当然怕，只不过我们带的可是5000万。他们肯定不会轻易放弃这次交易。喂，你被跟踪了，我们的人会帮你甩掉警察，你继续开。还真被你猜对了。走吧，去给他们演一场好戏。放心吧，这个女人跟了我好几年了，自己人。钱呢？钱在车里，货呢？老四在，带他们验货。好的。钱没问题，货也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别动，警察！警察，不许动！你涉嫌走私、非法买卖古董，现在证据确凿，抱头蹲下。你竟然是卧底！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抓我？难道没有一点真感情吗？哼，我呸！我这辈子最看不上的就是你们这些肮脏的老鼠。你，婚外瞄准镜，暗处还藏着个狙击手。你怎么没死啊？还好啊，我这穿了防弹衣，不然真被这女人打死了。
我已经杀了警察，杀警可是大罪。你们点勤的动作利索点儿，我准备跑路去港岛了。你杀了警察，就算是黎叔也保不住你。你逃到港岛也没用，除非加入我们狐狸组织。你们不就是一群盗墓的吗？保得住我吗？嗯。我们组织的势力范围现在遍布全国，找个地方把你藏起来，轻而易举。现在正是需要你这种心狠手辣的人才。你考虑好了，打电话给我。这瓶酒本来是黎叔为了庆祝我交易成功的时候喝的，现在成了我的跑路酒了。敢不敢喝？哼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连我都不信，还何谈能保护我的安全呢？怎么样？现在看到我们的诚意了吧？我看到你的诚意了，只不过呢，一群蠢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大，我头怎么有点晕啊？你在酒里下了药。行了，别挣扎了，这里面的药就是一头大象都得给我倒下。出来吧，搞定。你说说，费这么大劲的干嘛呀？直接把酒给他们喝了不就得了？你不懂，要是不演这场戏的话，他们是不可能喝我带的酒的。年轻人还是要多学习。小明，小明，干得漂亮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走。你小子想着玉佩，想疯了吧？拿着。多谢。啊，这块玉佩怎么跟我这块一模一样啊？两块玉佩，玉质相同，雕工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。这是我妈那块啊！你这块玉佩从哪来的？就是在货车车厢里捡的呀，我看它漂亮就收起来了。黎叔，这块玉佩我买了，您出个价吧。你辛苦了，这块玉佩就当做我对你的奖励。那好，狐狸的人日后可能会报复你，不过你放心，在阳城这1亩3分地儿，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。多谢黎叔。那个，我还能再麻烦您件事吗？说吧。您回去帮我问问狐狸组织的人，这块凤纹玉佩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好，我一定帮你撬开他们的嘴。另外，你日后有什么打算？不如跟我混吗？黎叔这是要招揽我。你放心，打打杀杀的事儿我不会让你去沾手，你只需要帮我看好古玩这一块。你的年薪200万，外加10%的提成，怎么样？黎叔，你也知道，我后面肯定要去港岛的。没关系，我的条件对你随时生效。好。
好，那我会考虑一下。林叔，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张扬，难道他知道了我的身份？不可能啊！骗他的时候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信息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来干什么？苏妹，我前几天被人骗了300万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没钱。你当初把我的钱全部卷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有今天？你不是还有几套房子吗？先把它卖了，把钱借给我，我保证1年之内一定连本带利还给你。你给我滚！呸！贱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张扬，看来上次的事没让你长记性，这次就让你彻底失去一切。喂，芳芳，让海豹穿得帅一点，再带上2个兄弟，在浪雅酒吧外面等我。大晚上把我们叫过来是要干什么？张扬惹到我了，我要让他彻底失去靠山。那你让海豹打扮得帅一点，什么意思？张扬的靠山是白老大，准确来说是白苏，所以说咱们搞垮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白苏移情别恋。海豹经常健身，长得又帅气，当然是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。谢顾爷啊，我也就还行吧。海豹，你真可以吗？他平时和女人说2句话都脸红，你会撩妹子吗？这，是啊，顾爷，我。给，你把这个带上，到时候我们打着电话，我说一句，你重复一句就行。你们2个等白苏一出酒吧，就装成醉汉去搭讪，能有多猥琐就多猥琐。哦。然后海豹英雄救美，把他们2个打跑就行了。来，白苏出来了，行动。美女，什么价呀？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吧？知不知道我爸是谁？呸！我管你爸是谁？穿成这个样子，给老子装什么纯？开个价！今天啊，老子必须把你给睡了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放开那个女孩！小姐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伤不了你分毫。臭小子，喜欢多管闲事是吧？今天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哎呀！过来，给这位小姐道歉。对不起，这位小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永远不是泰山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再也不敢。滚蛋！别让我再看见你们，否则的话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们一次。是。先生，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，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，我明天把衣服洗好还给你。衣服不用还了。啊？走吧。顾爷，你为啥不让我留电话联系方式啊？这样才好联系啊。
吧，这叫欲擒故纵。你表现得越冷酷越神秘，越能激起白苏的好奇心。只要他对你产生了好奇，那我第一步计划就成功了。今天表现得不错，明天公园的戏继续保持。顾言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找到演员的感觉了，明天的表演一定让你满意。哎，美女，臀练得不错呀，真翘啊！还行吧。哎，要不要跟我做双人有氧啊？包你满意。上，到你英雄救美的时候了。兄弟，这儿是公园，不是娱乐会所。哼，想玩就换个地方。你算哪根葱啊？别多管闲事儿。哼！没事吧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见你，谢谢你啊，又救了我一次。不要说话，给他一个微笑就行了。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能不能陪我喝一杯？哦，可以。看来白苏已经被海豹迷住了，打电话给张扬，把他约出来。喂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还不过来呀？我都等了你好久了。你谁呀？我呀，我是芳芳呀，之前我们在丽丽的生日 party 上见过的。啊，芳芳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在琅琊酒吧8号卡座，你能不能来陪我呀？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过来。搞定。行，人都安排好了吗？放心吧，他绝对能把张扬迷得神魂颠倒。来了。哎呦，今天你生日啊！我告诉你，杨哥给你安排个大的，让他把张扬拉到舞池。走吧，我们去舞池。走。海豹，把白苏带进舞池。走吧，我们跳支舞。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带着这个贱货！哼，你不是也带着个鸭吗？住口！我不许你这么侮辱我的朋友！哼，什么朋友能在这儿跳舞啊？你当我是傻子还是瞎子呀？你，海豹，上去劝架，先不要动手。张先生，我和白小姐是普通朋友，你误会了。白小姐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我张扬的女人你也敢泡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住手！张扬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现在我要收回这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白苏，你为了他要跟我分手？不是因为他，你出轨被我发现多少次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，可你呢？还是狗改不了吃屎！现在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！不是，苏苏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们走。没了白老大的支持，张扬以后就不敢掀起什么风浪了。再敢骚扰妹姐，我有10000种方法可以玩死他。走吧，结束了。妹姐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在等你，过来。
出什么事了，梅姐？我明天要去非洲了，你帮我看家。这个钥匙是你租的那栋楼的，已经翻新过了。你要是不想在我这儿住，也可以回去。梅姐，你去非洲啊？你怎么又要去非洲啊？之前我受伤是联合国医疗组织救了我，我现在去是要回馈他们的。回馈不一定非要亲自去啊，可以。钱？他们那种地方有很多问题是用钱解决不了的，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愿望，我要去完成它。好吧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3、5年。我应该挽留他吗？妹姐一直想让我找个稳定的工作，现在应该对我很失望吧？我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你们2个感情升温得很快啊。芳姐，我和苏苏是真爱。芳姐，海豹的身份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也知道当初是你们做局坑了张扬，但是我对海豹是真心的。如果当初不是你们做局的话，或许我真的狠不下心和张扬分手。谢谢你们，你们说的事情我可以跟我爸说说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够让我爸对海豹另眼相看。哟，海豹你可以啊，都见过白老大了，怎么他对你印象不好？他嫌我笨。对了，海豹可是说了，你是所有人里最狡猾、最狡诈的，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了。行，我尽力而为。好，那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爸爸，我有一个朋友想要和你合作，对，他叫顾明。啊，那就让他过来和我谈谈吧。好了，我爸同意了。好，多谢了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过来错呀，别那么拘谨，我又不会吃人。我以为黑道老大都应该是一副凶相才对，没想到白老大气质这么儒雅，看起来更像是大学教授啊。这是块好玉啊，这上好的和田玉得几十万吧？哎，没有那么贵，大概也就值个500万。500万？有什么名堂？说来我听听。这个是明朝上好的口含玉。死人的东西，这怎么能送得出手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东西可是送给长辈最好的礼物。有什么讲究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古人认为人死后有一口气，拿玉挡在口中，让这口气不散出去，这样的话肉身就不会腐烂。所以说把这种玉如果送给活人的话，更是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。好宝贝，早说你有这样的好宝贝呀！哼，说吧，我要怎么配合你行动？我需要你帮我放出2个消息。第一呢，是你要高价收一件好宝贝。第二，是你准备用1000万收芳芳手里的苹果清釉瓶。好，没问题。行，后天帝豪大酒店鉴宝大会，我们来个瓮中捉鳖。大师，怎么样？白老板，这确实是真东西。芳芳，你这东西1000万，我要了，合作愉快，马上给你转钱。行，等等，白老大，这臭娘们串通专家骗你，这苹果清釉瓶根本就是假的。假的？你怎么知道是假的？哼，因为这瓶子是我卖给他的。哟，王老，你终于承认是你卖给我的了。是我又怎么样？你们在白老大地盘上拿假货骗他，黎叔来了也没辙。你今天死定了！对呀，我白老大不要脸的吗？敢骗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这，
搞错了吧，白老大？没有弄错，我本来就是配合他们演戏的。带下去！人已经绑起来了，一会儿你带走。行，就多谢白老大了。哎，客气了。你那个东西我已经送出去了，老人家很喜欢的。你算帮我一个大忙啊！以后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大师，我们走。顾明，真是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应该是身无分文了。嗨，举手之劳而已，不用在意。不过刚刚那个王朗跟我说，之前的礼钱是他找人假扮的，他可以把真的礼钱介绍给我认识，把整个阳城黄花梨的产业都交给我来负责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但他说那个礼钱轻易不出海南，需要我亲自上门拜访，这一趟恐怕会有点危险，但是我还是想试一下。确实，你手上的黄花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，如果一直没有新货，瞎买小赌档的人就不会再听你的了。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那我支持你。打算什么时候走？事不宜迟，今晚就走。那你小心点儿，如果情况不对，第一时间把王朗控制住。放心吧，我的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先走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你们大半夜的跑我这谈恋爱来了？不是的，顾爷，我们这次来是有正经事情找你。行，进来说吧。说吧，有什么正经事儿？我爸呢，想让我们俩做点生意，要不然啊，就不让我跟海豹在一起。他想让你们做什么生意？他希望我们开一家古玩店。古玩店？白老大不会是想让你们帮他洗钱吧？当然不是了。他让你们做你们就做呗，找我干嘛？顾爷，我的能力你也知道，除了黄花梨，别的东西我是一窍不通啊。而且外边请的人我也信不过，所以所以你想让我做你们店的大掌柜？我听海豹说呀，你连狐狸组织仿造的东西都能一眼看出真假，那你的鉴宝能力一定非常厉害。所以呢，我们店的大掌柜就只能由你来做。顾爷，还请你出任我们店的大掌柜。这个……嘿，你上次找我让我爸帮忙，我可没有拒绝你哦。哎，那好吧，不过先说好啊，我只能做2个月，你们一定要找好接替我的人啊，我不会在阳城待得太久。太好了，那我跟海豹就先回去了，明天带你去店里看看。当然可以。哎，走。不送了啊。现在我们珍宝阁也算是走上正轨了，希望以后呀，做大做强。多亏了顾爷你，要不是因为你啊，我们也不会这么顺利。哎，那我们可说好了，以后你们2个结婚，份子钱我可不随了。那可不行，让我看看是谁不准备给我们海豹随份子呀。芳姐，你来了，气色不错嘛，事儿办得怎么样？没谈妥，那个礼钱啊，我跟他说了，在我的市场上高50%的收货价，收他的黄花梨，他也没同意。这个礼钱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是个女人，所以他信不过我的实力。接下来呢，我准备横扫阳城地下的黄花梨市场，让他看到我的实力，求着让我卖他的黄花梨。行，没问题，能用到我的地方只管开口。还有我，芳姐，虽然白老大让我和苏苏开了这家古玩店，但我永远是你的手下。好了吧你能跟苏苏把这家店做大做强就不错了。哎，不过事情虽然没谈妥，但他给了我这个。这个是好东西，大概能值50万。送你了。哟，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姐姐我本来就大方好不好，不像某些人。行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黄花梨的事够我忙一阵子了。海豹，你可得加加油，早点生个小海豹啊。行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也得回去了。走吧。
妹姐，怎么很意外吗？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怎么，你不希望我回来？当然不是，我当然希望你回来，我无时无刻都希望你回来。不过，你不是在那个什么联合国医疗组织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这次回来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，是因为我参加了联合国在非洲的医疗救助队之后才发现，不是单单是有一颗慈悲的心就可以帮助到别人。我以前没有学习过系统的护理知识，这段时间没给别人帮上忙，倒是给别人添了不少麻烦。所以你回来是为了学习医疗知识，学医专科都要4年，本硕连读更是要6、7年。苏妹这样没有基础的成年学生，就算天赋再高，只怕没有个3、5年都学不到一些皮毛，那她至少近几年都不会再去非洲了。学医好啊，学医好！哎，你刚刚说你回来有2个原因，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原因是你。我？他这是要跟我表白？你别想多了，我这次回来找你是因为干爹，他想让你帮他办件事情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黎叔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，是红宝商会的会长。红宝商会？红宝商会是一个特别的联盟，里面的人都是一些金盆洗手，现在在做正事的人。他们最近在重新选举会长，他希望你能帮他出战。出战？那具体做什么？鉴宝。红宝商会里面的人手上的钱大多都见不得光，都需要通过古玩来洗白。我是个老千，而老千最好的隐藏方式就是低调。如果我在红宝商会上面代表黎叔出战，岂不是让阳城黑道的人都认识我？顾明，我爸走了之后，干爹真的帮了我很多，这次就当为了我帮帮他，行吗？好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怕我再也离不开你。那你就别回非洲了，留下来吧，好不好？我留下来，你也会留下来吗？上次我顾虑太多，没敢跟苏妹表达心意。这次她回来，我不能再错过一次。我会。只不过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，但是你相信我，等我处理完这些事情，我就一定陪你留在羊城。到时候我一定找个正经的活干。你们俩这是？干爹，回头再给你解释。算你小子有本事。快看，郑老和秦老板来了。秦百川这个老小子倒是真会拍马屁，居然和郑老一起过来。黎叔，这个秦百川是什么人啊？他是一个自不量力的小人，他想和我争夺会长之位。那他旁边的老头又是什么来头啊？郑老是我们红宝商会的元老，虽然他不参与商会的事情了，不过德高望重，说话很有分量。郑老，您来了。来了。这5年1次的换届选举，自然由郑老主持。难道让你一个退位会长主持不成？你还不够资格吗？我说我主持了吗？秦老鬼，你这张嘴能不能别见人就喷？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加起来也120多岁的人了，还有这么多小辈在看着呢，别一见面就咬了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准备开始吧。各位，由他们2位竞争这一届的会长，你们谁有意见呢？他们2个竞争，我没什么意见。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好，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，我宣布由他们2人竞争这一届的会长。你们要派谁带你们过关啊？我女婿周平，过来。郑老，我替我岳父大人出战。小黎，你呢？我也让我女婿替我出战。老黎，据我所知，你可没有女儿。你这女婿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要是让外人替你出战，
这可不合规矩。我没有亲生女儿，我就不能有干女儿啊！郑老好。郑老好。郑老，小妹是我干女儿，这个你早就知道。顾明是她的老公，她替我出战，没有坏规矩吧？既然你们都合规矩，那就开始吧。拿东西上来。这第一关，你们只能用眼看，不能上手。谁挑选的原石质量好，谁赢。第一关，一考眼力，二考运气。开始吧。这颗原石上的蟒带分布均匀，还有一点黑色的斑块，应该能出绿。可惜有一条裂缝，不知道内部开裂严不严重。不管了，赌一把吧。郑老，我选这块。郑老，我也选好了。开始。周平选的这块原石皮薄块大，肯定能出好货。是啊，我看那个叫顾明的年轻人选的那块原石有那么深的裂纹，我看这不用开始了，输定了。快看，出绿了啊！好，周平开出一块冰种苹果绿。小明，你有几成把握？没啥把握，条件太苛刻了，只能看谁运气更好了。这好像是块废料，还要继续切吗？竟然一点绿都没有！我看黎叔真是老糊涂了，让这小子来闯关。继续切。哟，这好像是一小块紫罗兰。哦，不错啊！顾明开出了一块紫罗兰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冰种极好，至少是冰种以上的。我宣布这一局顾明胜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你小子还敢骗我！回去我让小妹啊好好收拾你。我说我真是运气好，你们信吗？我才不信呢。我也不信。这第二关考的是眼力，如果是顾明胜，就由小黎来连任会长；如果他输了，就进行第三关。拿东西上来吧。第二关的内容是给这幅画估价，谁估的价值更接近，谁赢。你们两个谁先来呀？我来。上一轮是我运气不好，我就不信，鉴宝我也比不过你。这幅画绝对是真的，我仔细看了上面乾隆皇帝和张大千的印章，错不了。我估价2000万。顾明呢？你来。这画是假的，但是这印章仿的实在厉害，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。恐怕连狐狸组织都没法仿得这么像。画和印章都是假的，但是这种仿造的技术特别高超。我的估价结果有2种，要么它能值500万，前提是碰见冤大头；要么它就只能值10万。这种前提就是要碰到特别懂行的人。这幅画就算是假的，但这上面的鉴赏章也说明乾隆皇帝和张大千也曾对这幅画打眼过。单凭这个故事，这幅画市场价绝对不低于7位数。果真是英雄出自少年呐！这幅五龙图是我早年收购来的，后来经过专家权威的鉴定，它确实是假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宣布，这一局顾明胜，这一届的会长由小黎继任。好小子，顾明，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。老公，快出来帮忙，爸妈都要忙不过来了。老婆，我在这儿，来抓我呀！抓住我就去帮忙。
你看别人家的老公都是怕老婆的，就你天天气我。